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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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ing. Why? Testing, testing. Why? Testing, testing. Hello，我们这边是等一下大概9点多左右会开始，大概还有10分钟。Hello，我们稍等一下就可以，差不多到时间还有2分钟就会开始啦。
哦，我们现在会开始了。那我们今天呢要做的大众占卜的直播的题目是：你遇到的问题将会如何被解决？那就是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的这个题目呢？是因为阿诗是女生觉得现在最近东西比较混乱，就是在社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可能有些就是我的听众可能他或者是学生，他们可能是有些困难的，可是可能就是有点卡住的感觉，所以就是他建议做一个这样题目的直播，去让大家去看看有什么的东西是，可能是可以有一些解决的方法啊，或是会有什么的一些的建议，去可以帮到我，就是大家的去转念或是一个想法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个题目。那之前我已经有在我的专业里面有公告3个选项，分别这个是选项1、选项2，还有选项3。那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还没选的话，你可以现在对着这个图案，你看一下你的直觉，你感觉哪一个对你最有感觉，或是你对它最有兴趣，那你就可以去静心的，然后去看看，有没有哪一个是你特别有感觉的，你就可以去用，就等一下就是你的选项了这样子。那如果你还没想好的话呢，那你可能就快速的感觉一下，如果你现在在看我的直播，那如果你是看回看的话呢，那你可能就可以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感觉。不过我一般觉得是，通常如果你是做这种大众占卜，你是第一下感觉是最准的，我自己觉得。那你就是一下子觉得是一，那你就可能选一这样子，那其实就会比较有感应的答案。那好了，我们会现在开始做第一个选项一的做，这样子。好的，那我们选项一呢，那我们就会首先就会看到现在的这个叫做 Puppet Master。那我之前就有用过这一副牌，它主要是它是一个算冥王星的一个神谕卡，它就是讲一些关于你的潜意识，就是从你的潜意识看一下。我们第一个就是今天要看的东西，就是说到底现在的你其实有可能被卡住在什么样的问题里面。那我们这张是我们的主牌了。那我们可以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讯息有没有跟你自己对得上，就是你现在的状况。然后我们会再抽一张朋友配。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是看到就是第一张这个 Puppet Master，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代表着就是说，就是一个布偶戏，OK，就是它是用手的去做一个动作，然后呢做成一个影子。那你从影子里面呢就看到一只怪物。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东西可能是一种像心魔的东西，就是有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可是因为我们自己投射出来之后，就会有这种感觉，让你觉得很可怕欸。那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一组的话，他的问题可能其实实际的问题可能没有到那么大，可是他反而自己的恐惧，他的东西会反而更加影响到他现在对于自己的自身状况的感觉。就是他可能，当然可能他现实也是有卡点，只是他的卡点可能为什么会更加放大，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经历让他很害怕。可能举一个例子，可能他现在就是遇到一些金钱的问题，可能他曾经就是以前也有遇过类似的问题，然后呢，可能现在的他就是又到一个情况，可能突然失业了，他都很担心会不会又回到以前很穷困的地方，或是会不会就像以前怎么样？就是他可能会有些过去的经历，让他的内心的恐惧放大，所以他的投射出他的恐惧感，就是可能事情没有到那么大，可是他内心的恐惧让他更加没有办法，就是觉得很难的，现在这个关很难过。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具体看一下，其实是关于哪一方面的，我们可以只是他这一组你选的话，你的心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的部分。那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张就是这个 Q 的话就是那种呃小狗的意思，它在这边。那小狗的话，它其实如果在这副牌，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抽到第一组选项的，那其实呢，Q 这个稍等哦。好，那你就会看到它是代表你的内在小孩，真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熊，就是熊的伙伴呢。他说，就是是代表一个比较可爱的年轻的自己的意思。那他其实就是说，就是你的内在小孩，就是可能是你以前一些过去的经历，因为他这两个其实就是说一些你现在的困难，可能你会觉得跟你过去很有关联，可能你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可能假设是感情问题，可能你以前有同样的状况，你好像感觉又回到那个状态下，所以你开始觉得很焦虑或是很紧张，就是跟一些你过去的遇到的事情是有关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我现在又有回到那个感觉，所以你才会让你觉得很担心，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会再看一下，到底其实你这个困难是关于哪一些方面的？OK。OK，如果我抽到这两个牌的话呢，就是抽到这一组牌，很大几率你的状况是跟一些年长的女性或者成熟的女性有关。它这个不排除就是这个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跟假设你是男生或是女生，有可能是跟一个感情状况呢，或是他是一个上司，就是你的工作的是有关的，就是这个的部分的话。那然后呢，也看到是有些健康的疑虑的问题，因为我们抽到是 bad health，就是其实可能跟就是你的身体状况也是让你很有疑忧。好，然后这个，嗯，而且你的现在的问题有可能是你收到一些讯息，让你觉得很焦虑，有可能是一些通知或是一些的公告，可能说大厦要维修啊，或是有一些不同的状态，就是让你现在觉得有点焦虑的情况，是跟一些讯息升级有关的。那所以的话，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原因哦。就是你现在为什么会令你带来焦虑？有可能有人写了一个讯息给你，让你觉得很烦躁，也有可能。而且这些东西有可能你是之前已经有发生过，就是在你过去，所以为什么你的焦虑好像又回来了？就是我好像又回到过去的那个我。那我们还会看一下，就是选第一组的话，有可能你的问题是跟哪些方面有关呢？好，那就是跟一个承诺是有关的。OK，紧太阳。OK，好。那如果我感觉到的话，就是这一个牌卡，假设你抽到的话，其实你是有种在循环的感觉，就是这个问题你是以前有遇到过，然后又一直在发生，然后呢，你现在的话是有点就是就是你会有点缺乏一种呃光线的感觉，虽然我们抽到是景啊，因为它刚好这里有一个光线，但我会觉得你好像很想找到一个光明，因为你需要太阳的能量。可是你在好像看不到一个尽头，我们一直在循环转的时候，好像我们看不到就是未来，或是有种就是你又回到过去的一种焦虑的当中。那如果这些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现在的困难就是其实你的想法，就是你还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想法，还有你的对于你这个紧张焦虑的心情，还是你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的，应该这样说，就是你可能对自己的没有自信，因为过去的一些影响的问题，或是你过去曾经的经验，让你觉得你好像多了一个死循环，然后好像开始不知道怎么做的原因。那如果你现在真的是有感到很焦虑，或是你那个问题其实不止一个单一的问题，可能是有重复不同的问题，让你觉得好像又回到那个状态的时候，那我们下一个探讨的部分就是，那你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去让你去解决？那我们就会抽一下这个，感觉很重。这一组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心是很重的，就是他们是觉得很沉重的感觉是很明显的。我们第一张号的是那你现在的话可以做些什么去解决呢？那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就是它这个元素，就是地的元素跟这个蛇这个牌卡。OK，好，那
那我们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它是说蛇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生物，因为呢，它可以就是去到很多地方，不管是地上地下，它都可以游刃有余，就可以到处走，而且它是可以就是一直在换它的皮肤这样子。所以他说现在就是好像你应该那种，就是你应该感觉你现在是一个转化的阶段，就是好像一个蛇，它适当的时候它就要蜕皮。OK，那你不想在这个循环的话，你应该感觉就是你要去察觉这现在的问题，其实给你一个重生或者转化的机会，就是你是有一种改变的能量的，就是我们就是你要把自己变得更柔软，像蛇一样，可以很多的变化。就是有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很多，真的很有点固执了，我可以这样说，那你就可能现在要开始调整自己的思维，变得更加弹性，更加的去让自己不会说很注重于某一个的地方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我没办法变，他说好像所有东西都对我不太有利，你就会有种觉得好像哪都不顺的感觉。那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变化，然后让你自己有重生的能力，去让自己可以去适应现在的环境。OK，然后另外一张呢，这个红狐狸呢，就是代表火元素的能量。那这个红狐狸呢，它就是说，它其实是狗啊、狼啊的，就是就是近亲的类型啊。然后呢，可是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物种，因为它很聪明，然后它也很爱玩这样子。那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抽到就是这组牌的话，里面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有些智慧，就是我们开始要思考，试一下动脑筋，就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让你自己没有那么焦虑？会不会让你开始可以感觉到，哎，其实我有经历过，可是我既然上一次都可以过来，为什么我这一次不行？就是你开始要找回一些智慧，而且它是有种，因为它是两个，你看到两个在好像在玩耍的感觉，就是其实你有时候太过 serious 了，就是你看事情太严重，有时候其实这事情都还没发生，你已经先试一下自己，OK？好像你刚刚说到有可能是健康，虽然可能只是身体有些毛病。OK，可能最近有点累，可能肩颈很酸痛，或是胃有点痛，我就怀疑是真的得了什么病，又不敢去做检查，OK，就很多担心，或者自己去查会不会是什么病啊，然后就不敢去做很多的去面对它。其实有可能只是一些很少的事情，那你可能就是比较一种放松的心态啊，真的去检查去面对，有可能你就会可以知道了。就是这个也是可以帮你解决的方法。Hello，小璇，我看到小璇跟我打招呼。那你看看会不会你是有问题吗？你要选这一组的话，好了，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面的方法啦。除了这两支之外，那我们呢还有就是我们再抽一下，到底你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去做这个解决？我们会抽一组塔罗牌，看看你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你解决你现在觉得很困扰的问题。OK，那我们呢抽到的牌呢，就是这个权杖九，然后权杖八，然后呢，还有就是国王，就是宝剑国王，OK，那就是两张逆位，一张正位的牌。那也是一样啊，我们没有说这逆位就一定是不好了这样子。可是如果我纵观这个状态的话，你解决的时候，有可能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们看到是权杖八的逆位。那我们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牌的诀，然后就是如果你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第一个你需要就是要做好准备。OK，就是其实你要准备好你自己，就是好像我现在有些，如果你是卡住的，那你其实我们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做，我们可以做一些小改变。好像就算我们今天你觉得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做，你可以就是例如我们可以就是去做一些自己的改变啊，好像我们调整自己，我可以做一些自我的改变，可能我去做一些健康饮食，我去调整我的心态，也是能做的事情。因为当你有好的身体，如果今后有机会来了，你不是就是可以把握住吗？那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好准备，不一定是你以为就是直接要对应这个事情的准备，可以你准备好你自己，
不管是好的身体、好的能量，或者是好的心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准备的方法，去帮你应付这个问题。那然后呢，我们就会第二章看到成章吧，就是你有可能就是你会有点停滞的状况。那停滞的话，某程度上你也可以解释说一些休息。就是现在的你，你要应对这个方法，就是你有可能不要太急着去处理这个问题。有些东西你也会觉得啊，好像现在就是你做什么其实都没办法改变，那不如我们就停一停，有可能过一阵子问题就会自动被解决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你不要会急着去想这个事情，就是你可以让它缓一缓，有可能这个缓的时候，你慢慢的那个解决方案突然有人出现帮到你，或是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东西让这个事情产生变化，因为我们都不应该预设啊，可能事情都不会有改变，我们是希望哦，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处理的方案。那可是你现在急，如果你看到这个牌是急是没用的，你反而要冷静一点，好好的准备自己，其实还可以比较可以帮到你去处理你的问题。然后呢，最后一张你抽到的这个是这个国王，宝剑国王的逆位，就是你是有点你要保护就是如果正常来说，就是他说过度保护自己啊，所以就是不太会听别人的意见啊的意思，就是很独裁。那如果这样子的状态下，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牌了。就是其实你是就是很多人可能在你身边，你是封住他的嘴的，你是不想让他们讲话，就是你会觉得啊，你们都很烦了，我不想听你们讲，你们都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那你反而就是其实现在有可能是你要多方面开始接纳别人的意见，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是你，你没办法去理解你，不能够了解你现在的状况，可是有时候可能他们讲一句话，你会有一种可能换的角度去思考的，因为现在的你其实有点卡紧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别人，就像你现在在听我大众占卜，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对你有用，可能就是有一两句话，因为你突然觉得有点像被点了，诶，好像有点真的可以试一下可能我真的有这个卡关点哦。那你有时候就是听一下不同的东西，可能宇宙是可以在里面传一些讯息给你，所以你要开始去多一点的去思维，去听别人的意见，或是去思考别人的观点，也可以对你现在这个问题是有帮助的。那你还可以做什么方法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难题呢？我们会再抽一下牌，去看看。那你还可以做什么方法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难题？好，我们刚刚抽了两张牌，一张是丰疗跟清晰。那如果你是抽到这一组的话，那丰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啊，你现在可能会觉得很累、很匮乏，可是宇宙是想告诉你，现在其实你反而要个享受。有时候我们觉得休息，那就是好像啊，我很没有用啊，我在摆烂啊，我在停滞不前啊。有时候其实你现在在准备好你自己，其实一个很丰盛，让自己更加去更有能量，下一个阶段去冲的时候。那有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流运嘛，对不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有些星可能进到你的12宫，那12宫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它就是好像一个休息的状态，因为它准备要进一了嘛。我们1到12会一是一个循环，那你下一波其实你可能就要爆冲了。那你可能现在就是要休息一下，让自己冷静下来。可能现在的休息是为了你之后下一个波要冲更高，所以现在是一个丰饶的时间，你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去了解自己，你都可以帮助你去面对你的问题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另外一张牌是清晰。那清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去专注你的问题，而且要整理一下你的头脑，变得有哲序的去处理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在那个太沉在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正确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你反而要花一点时间，就是问一下自己：是我真的是有这么多的问题吗？或是我现在问题真的这么严重吗？因为刚刚有说过，其实你的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有可能你会把过去的一些东西都把它连在一块，觉得都可能是跟之前状况差不多，又会变得很糟糕之类的。那你所以就要去想，现在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问题去产生出来？那你要去好的去理清楚你的思想，你才会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或是怎么去好好的去解决你的问题。
好，然后我们下一组会抽的是，到底宇宙是怎么可以去协助你？它可能会给一些什么讯号啊？它是会什么的东西去帮助你呢？好，然后我们下一组会抽的是，到底宇宙是怎么可以去协助你？它可能会给一些什么讯号？它是会什么的东西去帮助你？第一组的话呢，它是就是宇宙想告诉你，它其实你要在这个时候去看见你内在的力量，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刚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抽到就是你是有过去的问题去捆绑你，让你觉得现在很没有自信，或是很担心你的状况。那可是你其实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人，是很有力量的人，所以你要开始看见你自己到底我有什么能力，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要让自己对话，跟自己去内心，可能你做一下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冥想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比较深层跟自我对话的时间。那你可以跟自己去对话，去回应一些属于你的力量。有可能这个事情很简单就会过去，而且呢，他是说，就是你还有就是给予支持。就是如果今天你的是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话，他会建议你，就是其实你要把真心拿出来，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得到，而且他是宇宙也会在给予你的支持，同一时间。就是其实这一组的话，我觉得当你愿意静下来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去协助你去解决你现在面对的难关的。那我们会再抽一张塔罗，看看到底其实宇宙是怎么去协助你呢？你会有什么的帮助？好，那这一组牌的话呢，我们就会抽到，嗯，第一张就是这个的宝剑八，然后呢，第二张是圣杯八的逆位，然后最后一张呢是这个权杖六的正位。好，那其实我觉得宇宙是对你还是很有支持性的这个感觉，就是只是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困难，可是其实你身边其实有很多，当你去比较正向的时候，其实宇宙会出现很多的力量去帮助你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首先呢，就是你抽到是第一张是宝剑八的逆位，那它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要忍耐，就是你要开始，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人在帮你，很苦的状况，觉得很焦虑，你很想去抵抗，你觉得我就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生，我应该很顺利才对啊，为什么总是这些事情都遇到我啊？为什么又是我？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其实你是有很多的身边是有资源，因为刚刚宇宙其实有支持的能量，其实你自己也是很有能量的。那你应该去让自己去解放你自己，因为传统来说，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他就是好像一个人被绑住，OK？那你看到我这一个，他有点像躺平，觉得很无奈，OK？我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你现在倒过来的状态下，其实你有时候不知道，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家排挤啊，或者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帮我，他只有独立一个人在，其他的都在旁边。那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其实你是有人可以帮到你，或是周遭的环境也是在给你一些讯号。其实你愿意接受的时候，还是很多人愿意去给你协助。那另外一张呢，就是第二张是我们的新杯八的逆位，OK，就是它是一个转变的意思，只是你现在因为它是逆位，本来呢如果正常的时候就说哦，你现在这一个要结束，要开新的旅程，可是你现在这是同一个问题在卡关，就是重复的感觉是很明显的这一组牌，可能这个问题你其实曾经也有遇到过。那你现在的话再来的，为什么要再来呢？这个课题是不是我们之前没有办法做得很好，所以才会再重蹈覆辙再出现呢？那是不是我们要内省，到底是我们是什么问题会导致？假设你是健康问题，是不是哦？我之前就是治好病之后，我没有好好的去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我没有好好去做好一些东西，所以才导致重新再发现这个问题出现。或是如果你是一些就是跟一些人际关系，可能跟你上级的问题，是不是其实我没有好好的去，之前可能曾经被误会，现在又再一次被误会，那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转变，才会让这件事情不要重复的去发生呢？
那宇宙就是说，其实现在是一个讯号，是告诉你哦，你要改了，你要改变，你才会走到新的路去，要不然你就会一直在这个胡同里面转。那然后呢，我们最后一张这个塔罗，这个都会看到是这个的权杖六。好，那如果权杖六的话呢，它其实正位是个很好的牌，因为它就是你看到那个桂冠，就是胜利成功的意思。他说是第一名嘛，OK？那其实他是说宇宙其实一直都有在给你支持，而且你要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其实这个是代表其实是你的东西是有被人家看到的，或是其实你是很值得赞许的，因为这一张牌本来就是代表称赞，就是夸奖你啊，觉得你做的很好啊。那你要对自己有些自信，你才会知道哦，我有在做对的事情，我有是在对的路上。有时候你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过度的去矮化我们自己，或是没有去很努力的去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才会导致到哦，你好像现在觉得自己没自信，或者觉得我这好像一事无成。其实不是，就是其实宇宙是想告诉你，当有人开始称赞你的时候，你要去听进去。这个就是一个告诉你啊，你怎么去改变，或是你往哪个方向走。你可以注意一下，现在有没有人去夸奖你啊，或是有没有人觉得你的优点在哪里啊？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还会看看宇宙是如何是协助你，给你什么讯号。好，那我们就会抽到这个啦，这个是一个亚伦神谕卡，这个它的图像，好，然后它里面的介绍，他就说，其实呢，你的心是就是你是充满爱的，而且呢，就是说，其实你是有就是被就是很多的资源，其实是对你是有利的，而且它同时也是同时有很大的共识性去改变你，还有就是去消除一些你负面的能量。所以呢，你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去将你的爱去多点的感激，多点的肯定，就可以帮你去现在你孤立无援的状态就可以被改善过来，你就会充满正能量。所以你反而就是你现在要可以宇宙就告诉你，当人家听到你这样，你要理解、明白、相信，OK，然后多一点肯定自己的付出。多点正向的思维，才会让你可以慢慢的去更快的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所以积极正向，从自己找回能量，就是你现在宇宙可以帮到你的部分。就是你可能要注意有没有人会给你赞赏啊，有没有人会觉得啊你很棒啊，那你或是你做的很好啊之类的赞赏，就是宇宙在给你一些支援的方式。那你怎么样把现在的危机变成你的转机呢？就是我们会在抽牌，我们怎么去把现在的困难变成反而是我们跳跃的一个阶梯？好，第一张是这个九头龙啊，我们抽到的是。第二张就是这个花龙。那那你是怎么可以把这个危机变转机呢？首先第一啦，就是这个九头龙，其实就是说一个伟大目标的开始，因为他说这个龙是在神的最顶端，是一个人生稀有的转机，将要来临了。就是你是不要再去预设哦，我这样下去我一定会很惨怎么样？现在其实就是宇宙告诉你，现在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OK，可能下个月你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很不一样，会变得很厉害。就是你要相信，你一定在走这个路。OK，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然后呢，就是你要，而且就是他第二章就是告诉你，他说千万不要放了这个机会，因为它是最特殊的一种嘛。然后呢，就是说你还可以怎么转机呢？就是展现你的魅力。如果你今天想改运，或是想改变，就是你开始要认知自己的魅力在哪里。我们刚刚说嘛，我们有内在的力量，就是你是很棒的。那你怎么样把自己这个魅力、你的能力展现出来，就可以协助你去改变，或是去扭转你现在的局面。就是得到别人的欣赏，减少你的力量，就可以很快帮你现在的问题给解决。所以你要去专注要自己怎么样，我把我的潜能去打开，就可以把你现在的危机变成你的转机。好，然后我们又会抽一下塔罗牌，到底你怎么样把你的危机都是什么可以变成转机呢？
我们呢，就是抽到3张的塔罗牌啦，然后就是说如何我们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那首先第一张就是这个钱币五。那我们看到这个钱，因为这一个牌会比较暗黑一点，是因为它是这个迪士尼的那个坏人的一个塔罗为主题的塔罗牌，所以它都会有一点暗黑的感觉。可是跟它牌意没有，就是不一定那个。那现在的你啊，你会觉得自己很困难，因为它的感觉就是你现在就是等待，就是那种寒冬，很低落的感觉。那我们怎么去改变？因为其实这个只是短暂的，可是这种就是好像你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啊，一个循环嘛，就是有开始就会有结束。那所以你现在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那你会过的。那你其实过了之后，就算这个是很大的转折点，所以你应该要相信，就是说你怎么去把这个危机变转机，就是你不用太担心，你只是就是你要相信，就这个只是个短的时间，我不会一直都这么衰，OK，我只是一个很短时期而已。等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嘛，那现在就是叫你休息，那你就不要去冲哦，那你休息一下，你就可以有个很新的开始啊，在等你。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圣杯一，你的心里面要充满爱跟希望的力量，才可以帮你把危机跟转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人在一个差的状况的时候，就会很低频，就是变得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怀疑。那现在的你反而是要让自己有更多爱、更多希望、更多信任。你要相信这个时机很快会过去，我很快就会转运，一切都会好起来。你要有这个信念，才可以帮助你把你现在的问题改变。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还抽到一张，就是这个皇帝，就是这个大牌的皇帝。那皇帝呢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你要开始要有一个稳定性，还有就是你要开始，你可以现在这个时刻去整顿自己。OK，你很快会有一个新的机会让你去跳跃更高。那你现在就是把握这个时间去好好把自己整顿、去处理，去让自己去更加有能力，之后接住我新来的机会。就是因为王力是很有野心的，他也很想爬到高的位置。那你现在的你是想再让你自己的身体，就是让你这个问题去完全解决，跳到一个新的人生高度。那可是问题是你现在没办法动，OK，因为我们说可能要是时间，要一个过程，让你去达到这个转折点。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先把自己装备好啊。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要去组织你自己，让你自己有更强大的力量，你才可以就是爬到之后掌握那个机会或是改变，让你去有个新的转折点发生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抽一下，到底你怎么去把你的东西变成这个转机的？我们还会抽一个神谕卡。第一张 music，OK，好，新的开始。那你要可以，它有个就是宇宙就是说，哦，你怎么转机？那你可以多听一些音乐。有可能呢，你在听音乐，突然可能去咖啡厅听到一首歌，哦，它里面的歌词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启发或是一些改变。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因为其实小精灵他们都会在，就是你是被宇宙支持的，所以他们会通过不同的资源或者不同的机会把讯息传达给你。那你可以注意自己听到的音乐，还有呢，他们告诉你，其实你要把现在当成一个崭新开始的做法。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过去的一些的捆绑，好像假设你活了在这个世界一段时间，最少可能我觉得我的听众最少都有30岁以上，或者20几岁了哈。那你这么多年你的过去的经验，会让你可能觉得，哦，如果再遇到这种状况就没救了，或是这种我也没办法改变，因为我们有太多过去的经验，有时候反而是绑住我们现在能做什么事情的做法。那所以的话，你应该做的就是你怎么去做一个新的改变？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新的，好像这个 baby 刚出生的感觉。就是我们不要用过有的思维去看。OK，如果你想转变的话，我们可能当自己是一个新的，多去做一些尝试。就是等于一个小朋友总是很多好奇心嘛，他总是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尝试。那你抱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才会让你可以更快的把这一次的危机变成你的转机。好，然后我们会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应该抱着什么心态去面对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好，就是你的心态，首先就是要有种，就是他第一个 compromise，就是你会觉得有舍受的，OK，就是妥协，就是觉得啊没关系，现在我现在就是你会感觉到好像我现在没办法动，OK，或者我很多东西没办法处理，可是你要感受我在这里得到什么。可能我得到了一些自由的时间，我跟自己说，可能以前你很忙，根本没时间去看这个世界，或是去让自己认识自己更多。那现在其实是好的机会，因为世界是一体两面的，你要怎么去看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它一杯水是满的，或者一杯水是就是一半满的，或是一半空的。那很多时候是观看你的想法，那我们就可以向自己妥协。到底想一想啊，是我现在真的是这么差吗？其实会不会有很多，其实是我这一个时间我得到的什么东西，可能我学到什么的功课，可是或者我学到什么道理，是对我以后可能人生很有用。可能你现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你以后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去让你跳到更高的位置，或者更不一样的人生。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的心态就觉得这个是 peaceful resolution，就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很和平的方式。其实你要知道，每个人的转化或是他的转变都有很多种。其实你这样现在上面遇到的问题，已经算是比较 peaceful、比较和平的了。OK，那所以你不要太过担心，一切都很快会过去。就是因为我就看到，就是他有很多说，都是你现在是遇到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其实转折点就是有低才有高嘛，对不对？那所以的话，你就只是感觉和平安心的，你很快就会走完这一段路。然后呢，我们还会看一下，到底其实你应该抱什么心态。好，第一章、第二章，好，这个第一章就是与神圣的渴望融合，第二章是解读能量。那这两个的话呢，其实是感觉上就是说，其实你现在的话有机会，就是你开始去做一些灵修，就是也可以去，就是比较让自己去心境比较平和，或是你会开始也要解读你自己，到底我心里面其实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会被别人的东西影响到，可能我家里的人觉得我要有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都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才进了大公司，所以我才遇到这些一直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那可能其实你不是很想做自由业者啊，就是你的心里面，其实你的内心一直都很想当一个自由人，我可以接案子，我可以做一些就是不太稳定的工作，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有我的才能可以养活我自己啊。或是我想去读书，我想去让自己真的去自己喜欢的领域去发展。那你就要开始想想，到底你自己心里面渴望的是什么东西？你不要再被别人的想法去帮助你，你可能就是开始要追寻，到底解读一下，到底我其实人生来这里干嘛呢？到底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其实是你没有跟着你自己想要的路在走吗？是不是我跟我自己灵魂设定的路是不对的，所以才让我这么的卡关，或者觉得这么不顺呢？那这个就是你要自己去思考还有解读的部分，就是你的心态就是要放回你自己身上，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是从你身上出来的。就是如果可能，你今天早就已经有知道我自己最近应该做些什么，可能这个问题就不会重复发生。因为有时候一直重复发生，就是可能这个人是不对，或是这个地方是不对。那你要就是思考清楚，到底我是不是应该要展开新的东西呢？最后呢，就是爱希女神呢，希望你有什么的祝福去给你的。第一章他给的就是充满关爱的社群，就是说有可能你之前没有考虑过别人的帮助，或是觉得自己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找到别人去帮你，没有人可以帮到你。可是但是人说，其实你身边还是有一些人是有爱的，是好的，你可以去相信他们，去让自己有一些能量，去可以
得到，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这个社群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你这个喜好去加入这社群，可能你的心境就会改变，或是你找到人生新的方向去解决你现在的困难。然后呢，就是他说你要放弃你的小我什么叫小我呢？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小我其实就是你过去的一些经验法则，就等于我们从小时候一直会学很多的东西，被教育，或是我们的经验，这些就是小我。就好像我知道火是危险的，我知道我不能碰，因为会烫伤，这些就是小我的一个保护的机制。那有时候就是我们过度保护我自己，因为我们的过去组，我们之说这一组其实是跟过去的能量有关嘛。那其实他说其实有点就是被我可能你过去有遇到一些困难，就绑住你了，因为曾经发生过，所以你很担心。那所以你要放弃，就是你不要觉得东西都是跟你的东西预设的这样去走，没有说一定这一条路是会走到黑的。OK，所以你要开始更加去扩大你的视野，可能你跟你的高我连接啊，跟更多神性的盟友连接，也是可以帮助到你去解决你现在让你开阔你的视野。那幸运女神的祝福还有就是说，这第一章是 competition 啊，就是他说就是当你有自信还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事情，就是你是很厉害的，你像是一只老虎这么厉害，就是你要充满自信去面对。虽然你可能现在觉得是一个挑战，一个竞技，就是一个比赛的感觉，可是现在其实你是有足够能力成为所有人的王嘛，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还有二这个呢，就是猫头鹰就说follow your intuition，就是说你要去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好像有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是我该去的社群，这个是我该去的地方，或是我应该听这个音乐，那你就要相信你的直觉接收到的讯息。好，OK，这一张是而且是女神的神谕卡啦。那这一张卡它是说你的过去、现在的力量。它是说我们的灵魂呢，其实是一直在成长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其实当你所有的东西有意识去疗愈的时候，它都会被释放，然后呢，它就会成为你内在的资源，帮助你走在这个路上。这个资源其实充满力量跟礼物的，就是从你的过去。所以呢，我们虽然说嘛，这一组可能是过去一些东西，那你可能过去你觉得是一个创伤的东西，可是其实你可能从这个过去的创伤，你要把它提炼成为你的养分，你应该要去疗愈你的过去，不要让它一直绑住你，然后让你一直重复发生这些剧情。所以你要把过去的一些伤痛去疗愈，它会反而变成你之后的力量，而不是现在捆绑你的部分。那我们第一组呢就差不多了，我们会准备进入第二组，就是说，第二组选项。那如果呢，你们就是如果刚刚是中途加入的，你可以之后我们会就是你可以之后范围看啊，然后我们适当的时候就是要一些时间，之后处理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加上这个字幕。那如果你有听不清楚的部分呢，也可以等字幕上了之后再去看这个影片。那我就下一期的直播其实题目已经也出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我的频道去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订阅追踪，那就可以不会错过这个大众占卜对你的讯息了。下一集呢是有关爱情的，那你就可以看看你我感兴趣的题目这样子。好了，那我就用一些时间把这个牌卡放好，然后就准备做第二组的题目。
那我们呢，将会进入第二组。那第二组呢，他抽到的就是他选项的牌的主牌是山羊。那如果呢抽到第二组的朋友，那我们就是看看，其实你现在遇到的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困难。那我们会再抽多一张牌一起去解这个困难的部分。好，第二张是卡皮。好，那如果你是选山羊的话呢，这一组，那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跟，我看看，那山羊的话呢，其实你的问题是，就是他说，其实山羊呢是代表一个很固执的状态，OK，就是它也代表一个，就是现在就是把你的天分埋没了，他现在的状态。那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其实呢，山羊就是代表如果你知道摩羯就是一个老的比较老的、比较成熟的状态的能量。那它也是代表，就是有时候是一个代表是体质，就是比较固执的，就是我们很难变动的东西。那所以现在你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你其实有点过度顽固，导致你的天分跟力量没办法充分的减上，就是你那些过去的老的一些思想，或是你一直行之有效，或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好像有点僵化，就是你好像变得有点动弹不得的感觉。那另外那个呢，就是说这一个就是说一些有点是，如果是这个他撇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多时候就是他这个是代表什么？就代表自私，或是就是有种就是同理心的，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同理心到别人的状况，就是有可能就是现在你是好像没有办法去知道别人的想法。是你的问题是跟一些人有关的，就是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怎么去知道我怎么去服务别人啊，或是我怎么去跟别人去沟通相处，就是你现在遇到的状况，就是你的问题是就是你现在就是跟你的过去一些曾经的做法，可能是一些过去你的思想比较顽固的状态吧，就是这个是你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心态，或是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些问题。那我们具体会再看一下，到底其实你的问题是关于什么方面呢？我的羊，你的羊看来你是个很固执的人，我这位李叶老师。不过我们应该要迎来改变，就是现在是一个改变的时间。如果你是属羊的话，好，OK，你的问题是跟婚姻有关的哦。好，这一组的话呢，很明显就是它是跟感情会有关呢，也可能会跟一些他一直在烦恼的事情。那就是一些你很关注的地方，有可能是你很关注的人，或是你很关注的事情。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本来好像，如果我一直都是很在乎我的事业，那现在就是你很关注的地点出问题。然后呢，就是这个 desperate 就是你现在就是很穷，OK，我觉得跟钱是有关的。这一组的困难也是跟，而且就是 marriage 这个是就是其实是我觉得是人际关系的代表，它不单只是说你婚姻，或是可能是你跟你的男女伴侣，或是你跟别人的关系，因为他有说其实你不太能同理别人，就有可能你现在遇到的一些人的问题是你在于同理心理解别人的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或者你是有很顽固的思维，反正我觉得一定要怎样或是我过去就是这样成功的，怎么可能现在不行？这些心态都会导致让你现在这三个问题加剧。OK，就是你一直在很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假设你是很注意小孩的，这个就是反正你现在注意哪里，你哪里都是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才会让你觉得很烦躁。加上可能你是，当然你有可能是有钱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感情关系的问题。那我们以后再参一下，到底这一组其实有什么的问题困难呢？会抽到。
那我们首先看到了第一章，就是这个37号是时间。你其中的问题就是说，你感觉你自己的时间是出现问题。那为什么叫时间出现问题呢？有可能你觉得，哦，我现在年纪很大了，我还没结婚，或是我现在这个年纪才遇到这种失业的危机，OK，就是好像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或是现在时间对你来说是很困扰的，就是说你可能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等啊，或是你觉得啊，为什么我那么久了，还是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就是时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点。然后呢，或是你的时间不够用，你觉得自己好像我想问题很多，我没有办法够时间去处理。或是你现在如果是金钱问题，你会觉得啊，我现在在遇到这个金钱问题，我都差不多中年了，我怎么办法去处理呢？也是一个让你觉得很困扰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是百合，百合的话呢，就是代表一些热情的能量，或是也是可以代表性的能量。你现在其实也是比较困难，在于我好像对于这个困难，或者你生活中我缺乏热情，我觉得很烦躁，我没有什么动力去想改，就是去处理我自己的问题吧，我可以这样说。所以你缺乏热情，就是让你觉得，嗯，这个困难更加严重，因为我不想去改，我也不想去变，因为我是一个 stubborn 的一个山羊，我是很固执的山羊。那我就好像觉得啊，我已经没有动力去改，我之前就做了那么多，我现在还改什么？就是那种状态，让你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困难。然后我们再抽一下，到底你可以去做什么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这些金钱啊、关系啊，或是在你很重视的领域的问题啊？OK，好，首先呢，我觉得有一张我觉得很不错的牌啦。这个它的特质是灵性的特质，就是你是一只凤凰 （Phoenix）。那凤凰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代表就是太阳的意思。不过它要浴火重生，OK？因为它就是要先死过才可以生，OK？不过你会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你要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去改变你？可能以前你很固执，那我们现在要改变，那你要有一种就是放弃你一些旧的思维，你要相信你是可以蜕变的。就是你曾经可能觉得时间不够，或是我没有热情，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OK，只要你愿意去改变，你就会像这只凤凰从一堆灰里面可以爬出来的。那所以你要对自己很有信心，而不是因为觉得没有希望，所以就不去动，或是觉得不可能改变。其实你是很大几率可以变成一个凤凰。然后第二章呢，就是这个叫做monarch butterfly，那这个蝴蝶也是很有重生跟蜕变的意思嘛，就是本来就是这个蝴蝶就是代表改变或者转化，OK？它是说它其实呢就是它会就是产那个蛋呢，这个就是因为它是卵生的动物，然后呢这个的蝴蝶啊，它这么漂亮，它每年都会迁移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产卵。但其实就是说，其实它这个是他们的方式去让他们生传的原因，它是代表希望还有信念。那所以的话，就是你要对自己有希望、有信念，就算连蝴蝶它都可以飞那么远去，为了生存去一直在飞，那你也因为了生存，你也要去改变你自己，去飞得更高哦。因为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其实你要开始对自己有信心，你是可以蜕变，你也可以改变，你会变成美丽的蝴蝶。那所以你要做的东西就是说，我要开始改变我自己，不要再被过去的东西。可能你过去很成功，可是不等于这个成功方程式是永远的。那我怎么去改变，让我能变得更好了？我们会再抽一下塔罗牌。从我们抽到第一张是钱币二，那你可以用的方式就是你解决，
如果我们第一张抽到是钱币二的话呢，你可以先看到现在的话，你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开始掌握正确的行动。因为其实你看到哦，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你现在就是本来说你三阳，就是你就是个很固执的能量，可能你遇到情况是不太会变通的。那你现在就是你要改变，那为什么这样说需要变通？你看一下这个图，这个船太过不一样了吧？就是跟我们平常遇到的，为什么这么特别？那我们有时候就是，诶，有时候有些特立独行，我曾经觉得啊，不可能啊，这种方式怎么可能有用？那你要试过才知道啊，你都没有试过，你正常你根据你过去的经验就会否定。那所以你要开始有一个柔软度，让自己可以根据那个经验，或是根据那个需要去改变，你才会可以去有新的去让自己突破你现在这个的困难，去解决它。然后呢，就是这一张这个沉降九，那当然我们第一组牌也是有抽到一样的牌。那我们呢，如果你现在这一个，如果你抽到沉降九，那你要想想，就是现在的你啊，其实要准备随机应变的意思，就是你要好好准备。就是如果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会不会突然出现什么状态。就是今天你为什么有时候很固执，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应付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或是一些突如其来的改变。那所以你要让自己感觉就是，哦，我是知道我是可以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你要去准备好你自己。这样你可以应付很多突发性的改变，例如你的身体状况，或是你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那你要让自己去准备好哦，我任何的状态我都可以 OK 工作，或是我任何的情况下我都是可以胜任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准备自己，让自己可以有这个灵活度，你才可以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跟着呢，我们会抽到的是一张这个的圣杯八。那我们看看这个圣杯八，那圣杯八呢，它就是说转变，那它是正位，它是说啊，这一次你是结束的了，你要准备新的开始了，你要走新的路的出发。那就是你要开始就是说，哦，如果今天你愿意去改变，你愿意去重生，那你之前遇到这些问题都不会再出现。因为我们在刚刚第一组上是一直重复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有时候问题重复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没学懂，我们没有去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才会一直重复出现。那所以呢，你的解决就是你要开始立定决心去改变你自己。那这个有可能已经是你这一次最后遇到这些问题了，你就不会再一直在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抱有决定改变的决心，才会让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不会再重新，就是这是一个结尾啦，就不会再一直出现的感觉。那我们还会抽多一组牌，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变成转机呢？OK，真的结束了，应该是最后一波了。这个问题我都抽到终结了。OK，那第一张就是我们抽到的解决的方式就是美。那你要感觉到自己是很有魅力的，你不要觉得好像我觉得啊，我就很穷啊，或是我就是不够好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相信你的魅力，相信啊，其实世界很美丽。还有你什么时候是最美丽的？你要把自己值得的好的特质。有时候我举个例子，有时候我觉得啊，为什么我要被中头奖，成为这个亿万富翁呢？那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什么问题吗？OK，那你就有时候要想到底我们是到底我们是有什么的这个的，让这个世界值得给我这个东西。OK，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不值得，所以就有不好的信念产生嘛。那其实你会想，其实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啊，或是我是一个其实很关怀社会的人啊。就是为什么你值得？你要多想一下，其实你很美丽，你的心很美丽，也很有的能量，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才会有这种的力量去让你解决你现在的状况，去改变。就是你要多找回你自己的魅力。然后呢，就是这个终结，就是你要找寻一个新的目标，或是有可能就是讲简单来说啦，就是有些人会怀念过去，是因为可能他觉得过去的东西很美好，他不想放掉。
OK，或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不敢也人生的把东西都砍掉重来。可是现在就是一个中介，如果你不想再被这个问题困扰，可能有些东西是时候要断舍离，离开就要该离开，不要一直被这些能量去捆绑你，你才可以让你有重生的机会去解决。那这个就是你怎么样走到新的道路的一种开始，因为你看到这几张，它其实都是一直在说，好像要改变、重生，要走新的路。那有时候我们不能再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啊，或是一些想法啊，去绑住我自己，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状态，然后一直让这些问题困扰着你，让你觉得自己动弹不得的感觉。好，那宇宙会有什么的方式去协助你呢？它可能会有什么的讯息会给到你，去提醒你怎么去帮你呢？得到他们的帮助。第一章，宇宙是要你就是要保持信心，还有珍视你爱的人。就是首先呢，你如果宇宙它会协助你，首先你要学会保持信心。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就可以接受宇宙给你的力量还有我的帮助。然后呢，就是你要爱，就是你要开始发现，就是其实有一个可以让你爱的人，其实是很难得的。OK，不是所有人都有人值得爱呀。OK，所以你要开始就是把这个爱，不是让你对那些人很好，就是你要开始感觉到，因为我们刚刚说嘛，你的心里有可能是同理心嘛，就是有时候可能你没办法了解别人的想法，或是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市场，那我们就是换一个好一点的角度去想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爱一个人？为什么他值得我爱？可能他是你的亲人，可能他是你的伴侣，或是可能他对你很好。那你就要开始去珍惜他，然后有时候我们要换个角度思考，有时候你不愿意去想别人的事情，是因为你觉得不值得。那当你去珍惜那个人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变得体贴，变得比较能够同理。所以这个是宇宙告诉你，你怎么去协助你的改变的时候，就是你珍惜你像你爱的人吧，或是为他们祈祷也可以啊。就是你希望他们变怎样怎样，可能变得越来越好，其实也会帮助你可以去接受宇宙的能量，去帮助你达到解决问题。再抽一组塔罗牌。好，那我们呢抽到这3张塔罗牌了。第一张是这个的恋人的逆位。OK，这一组的话，其实我发现它就是跟这个感情的关联还是挺多的。就是这个牌组抽出来的话，那到底为什么它会是恋人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抽到恋人的逆位的话呢，其实就是因为宇宙是想告诉你，其实你要不要被过去的快乐所捆绑住。有时候你为什么会不想改变？可能你曾经在这个方式你得到一些开心、一些很快乐的事情，可是现在的你就是我要改变了。就是因为当然正位的话，它是很好啊，就是有心、有喜欢、又很好。可是这个是已经过去了，因为你现在抽的是逆位，就是有可能曾经你在这一段关系也好，你在过去的金钱能量，可能你曾经很好，我曾经在这个工作赚过很多钱。好了，可是现在的话，就是说你要放开咯，因为你要走新的路了，这一条路已经是过去，我要转变了，就是我可能要找一些新的方向，而不是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快乐。反正现在的你是不快乐的嘛，而且现在你是觉得困难的嘛，那所以你就要开始要改变，去调整你自己，而不是一直被过去的想法去绑住你。他不，就是等他来说，就是他不会回到从前那样，所以你才会这样子。宇宙要协助你，就是你现在要知道、认清楚，那个是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开始有改变才可以。那同一时间呢，宇宙也在协助你，就是说你要怎么，就是他说就是你要开始要理性的去面对事情，因为呢，如果正位的话，就是他很正义，很没有任何情感的去处理，很公平的去处理。现在的你就是一些情绪，或是一些想法，让你其实不理性的，就是其实客观条件告诉你该要离开、要转型或者怎么样，可是因为一些过去的开心啊，或者我刚刚说一些过去的感觉，让你觉得我就不想人家劝我都不想。OK，这个就是
宇宙就没办法给你提供协助啊，所以你要开放，要更理性的，你才可以接受到宇宙给你的协助，而不是就是光看感情或是过去的想法，你一定是看的是数据，一些可能真的是一些数字的东西，或是一些很实际的理由，去让自己去继续这样子。最后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圣杯七。圣杯七的话呢，因为它也是一个逆位，那圣杯的话本来就是说你的一些感情的部分啊。那圣杯七的话呢，其实就是说你一个梦境，OK，本来就是说正会的话就是迷信梦境。那好，现在的话就是其实宇宙协助你，就是他告诉你你需要做的就是下定决心，你的梦想会成真的，只要你现在下定决心去改变，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话，你的梦想会可以成真。那所以你要开始就是下定决心怎么去实现你的梦想。宇宙会很好的去协助你去实现你的梦想，去帮助你这一次的改变。OK，那我们最后会抽多一张卡，看看宇宙怎么去协助你呢？好，这一张，这个是耀人的神谕卡，他就说你现在呢是在移动去一个灵性上的准备的时期。现在其实你已经完全准备展开你自己更大的方式去展现你自己。那就算可能你现在觉得被考验，其实你是有能力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变得对你更加有利。你的未来是不会被任何的困难所绑住的。所以你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想好你未来的方向、价值，还有到底你的能力，还有你应该在哪里发展。简单来说，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你可能也是在灵性上面也是比较聪明的。就其实我是很知道自己人生使命在干什么。那现在就是一个过渡期，你怎么去让你自己去更加的去开阔你的思维？有时候断舍离也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你要思考什么东西是对你有利的，真的是对你好的，去做才会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可以让宇宙才会能借助帮你的机会。有时候我们自己绑住自己啊，东西是不是人家来绑住你，是你自己在绑住你自己。OK，所以你就要开始开阔，就是很聪明的去改变你的人生的感觉。那然后呢，我们就会看你应该怎么样把你现在的危机变成你的转机呢？第一张抽到宝龙，好，第二张和运龙，好，第一张很明显的，还有说消除你的负面意识。那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在显化灵魂成长的宝龙，它会是你的灵魂成长，它都会一直帮你实现很多愿望。所以它是说它这个龙会借给你新的力量，你就不用执着过去的事情了。OK，你要就是当你收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有新的进展。OK，所以你要想想，就是你要成长，要借助新的运气。那所以你就要，首先你不要再很负面的想法，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来考验我怎么样？其实它是让你你其实好像觉得现在很困难，可是其实是为了你走到你的目的地而发生的事情。所以你要相信运气是站在你这边的，只要你愿意改变，你就会有很好的运气会产生。因为你下一张抽到就是运龙嘛，你接下来的运气将会直线上升，所以你就是会无敌幸运，OK？所以你有想做的事情，你不要迷茫，你直接去做，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未来，而且也可以累积更多的运气。所以现在反而就是我们刚刚说嘛，你要想好，就好像刚刚前一章的说，你要想好到底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要做些什么。只要你今天有清晰的道路，你就会慢慢可以去改变翻盘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让你一个思考的过程，怎么样从过去固执的地方改变过来，那你就可以翻盘。
然后我们要抽一张塔罗牌，到底你怎么把你的危机变成转机呢？除了不要那么负面啊，想清楚啊，相信自己啊。好，第一张宝剑一的逆位，第二张死亡的逆位，好，第三张是圣杯国王的正位。首先呢，我们第一张看到的是宝剑一的逆位。那首先现在就是告诉你，你现在开始讲新的东西，因为本来他就是说，就是宝剑一起就是说要开一个新的目标，或改变自己。那有时候以前的你可能会比较，现在的状态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受到一些打击，或现在的状态让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走到你自己真正想走的路，你会觉得好像现在所有东西都不顺，OK？当你开始要转机的时候，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你的不顺，就是告诉你你要转方向，你要改变你自己，可能要放弃一些，过去不适合你的东西，所以你才会有现在的问题。所以你要转机的话，就是既然宇宙路是一直在告诉你啊，我们要换跑道啊，我们要改啊，那你就是要顺着这个的部分出发。那为什么我刚刚说要改呢？是因为我们第二章看到呢，就是死亡的逆位。啊，死亡是不是就是说啊，我要这一次真的要死啊？那它逆位其实就是说，其实你要准备重生的意思，因为你过去太多东西绑住你了，你没办法去真的走到你最适合你的人生道路，所以才会逼到你，好像我一下子要把所有东西都断掉，而是把过好不好的事情去处理掉，或者你金钱的问题吧，假设你是有钱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你现在赚钱的方式就是不够好啊，你有更多新的方法去赚钱啊，所以才让你停滞不前啊。所以就是你怎么样自己重新找到新的出发点，所以就是可以把捆绑你的东西都撤掉，才会让你可以重新变成重生的希望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呢第三张抽到的是圣杯国王。那圣杯国王的正位就是说，从容不迫的去面对事情，要很宽大的想法，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代表他是内心是很大的气量，就不小气的，他是很宽容的。那你觉得说，你开始要表现出我都有在我的褶皱之中，我不会让我觉得时间很不够，我要觉得我是有足够的时间，我是有足够的能力，我是很有能力去处理所有的问题的。我要变得就是比较不要那么紧张的，不要那种很焦虑的感觉，你就是可以才会慢慢把你的运气转回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过紧张、太过焦虑，其实只会帮自己处在负能量。那你就是更加的轻松，更加的相信自己的能力，反而你就会吸引到正能量来到你的身边，然后去改变你现在的困境。那我们之后呢，还会看看有什么的东西可以帮你把危机变转机呢？第一张我们抽到就是相信魔法，OK。如果你要做什么金钱魔法啊，什么爱情魔法啊，相信它会成功的，OK。就是这个就是告诉你，你有什么可以做选择，可以相信。可能如果你今天突然收到什么讯息，看到什么魔法，你就做做看吧，反正做也没差，那你就相信它会成功。它是说开放你的眼睛，看到其实你身边充满着魔法在这人界。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到极光的话，其实就是说你是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的一部分，你自己也是一个魔法本身。很多人说啊，我能创造奇迹吗？当然可以啊。OK，你要相信，只要你愿意相信你自己，你就是魔法啦。这个就是吸引力法则的重点了，就是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出来，就是关乎于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啊。那所以你想解决的话，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改变啊。然后就是 protect your dream，就是说你要开始去，有时候梦里面呢是你要感觉你是安全的，你是被照顾的，而且你是要你已经准备好了的意思。而且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有可能在梦境里面会收到一些讯息，可能你感觉到哦，我在梦境里面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或是我突然觉得我在梦里面感觉自己变得很有钱，很多人爱我，那这个就会将会成真的东西啊，那你就要相信这些东西是可以帮你变成转机的。
有时候相信就是力量，我不信，那你就不会有那个力量产生。那你只要今天可能你愿意相信了，所有东西在你身边都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那我自己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相信，然后我觉得有效，就显化了。那所以你要爆除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总是因为看不到、没发生，你的不相信的话，其实你就很难真的是可以显现你人生的魔法出现。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呢？好，第一章，ask for help from others。好，你要开始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或是你要寻求别人的帮助的心态。好，你的心态还有就要相信，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会好转的，所有东西都会改，就是会变得更好。OK，你要抱有这个心态，有这个信念。然后我们会再抽一下，到底你现在该抱有什么心态呢？OK，解读能量，天堂慈悲。那就是现在的你呢，要开始更加去用心去解读你现在的状况遇到的原因，好像到底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你要解读这个部分，或是为什么会让我自己一直都没办法放下一些过去的想法呢？你要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可能一直都抱着过去，或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没办法成功的东西的原因。还有就是你的心态要对自己比较慈悲，因为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要求太高，也是过分苛刻，所以才会导致我们有很多的不满意，对自己的没有自信。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可能我对自己慈悲一点，其实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可能以前我不能做得到这个。假设我做运动，好像我以前只能跑5分钟，现在我能跑10分钟，其实也很厉害。可是我不会说我又没办法像那些人跑得这么快啊，或者是像跑马拉松啊，我就跑个几分钟而已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对自己太过苛刻，所以让自己没有自信，也没有正能量在自己身上。所以你怎么让自己慈悲一点，让自己恢复正能量，然后让自己更有的能力去改变你现在的状况，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最后呢，就会看看到底阿西西女神对于第二组的选项的朋友，她到底有什么的建议给你？第一章，创作你的愿景。他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许的愿会成真啊，你不要觉得我许这些愿都没用的对我来说，就是你要想想你有什么东西是希望发生的，你希望往前走的，你要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呢，就是他说真理的自由，就是说你要诚实的跟自己沟通，做真正的自己。有时候我们想做的自己，不是我们想要，这是别人想要我做的自己。那你真心真的想要现在的生活吗？或者你真心现在觉得你做的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吗？那你要知道到底自己是怎样，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才可以知道我怎么去解放我自己，找到我的理想的东西，你的运气就会顺啊，因为就把一些过去其实不属于你的能量，或是其实不属于你的人生去解放掉。好，还有呢，其实女生就是建议，就是这个 peacock 就是孔雀，就是要提高你的 standards。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嘛，提高我的 standard 就是那个标准的意思？那提高你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过度矮化我们自己，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其实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可能我们是在符合别人的要求、别人的规矩。那我们要提高的是，我们要符合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在符合其他人的 standard。那所以你要去提升你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样的水素质？OK，不要就是在让自己在这种不好的能量委屈自己去过这一生。然后就是 gratitude，就是感恩。你要就是对你身边所有你拥有的东西都感觉的很感谢、很感激的感觉。这个也可以让你的人生更丰盛的能量，因为感恩是一个最高频率的能量，所以你每天就是可能对于所有事情发生都感恩，可能你的运气就会越来越顺，很快就会改变你现在的状况。最后呢，这一张是爱希斯女神的神谕卡。
那这一张卡呢，它真的是关于一个神性的工具，还有一些物件是可以成为你的延伸的。就好像我刚刚说，例如什么魔法这样子，其实就是你要专注在你自己的魔法，就是你的能力跟你的意图，是可以帮助你疗愈你的过去，还有拿回你的精神的力量，还有将它变成现实 （physical matter）。然后就是你会变得更加去深入你的光，你是被鼓励去跟这些神性的物质去一起去疗愈你自己，还有需要你自己去改变的。简单来说，你是可以有显化魔法的力量，可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有，因为你不相信什么神性的工具你都用不上。就算好像我拿着一块水晶，如果今天我好像我希望这个是可以通灵的这个拉长石，那如果我今天拿着它，我就就一块烂石头而已啊，我当然觉得没用啊。那你是有这个能力，那你才要相信它，你才能拿回你这个能力。如果我都不相信我有这个掌握改变的能力的时候，那你就只能这样子啊，你就没办法去让自己真的可以让这些所谓魔法显现。为什么魔法叫魔法？就是因为它不能让常理去解释嘛，所以才叫魔法。那如果你不相信，你觉得所有东西都有能解释的，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第三就是超自然力量的时候，那这个力量怎么在你身上展现呢？所以阿诗只能说，其实你是要知道自己真的要做什么，然后你一切慢慢就会顺起来，然后你就会得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的运气都会变得越来越好。那我们今天呢，第二组解的就差不多了。那如果呢，你之后是，有东西，就是假设你是中途加入的，你想之后的话，你可以到时候看回放。那回放的话呢，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会上好这个字幕。那你也可以看有字幕的，到时候会在我们的公告里面公告。那我们也会有在当天之后，就下星期四啊，我们将会直播的题目。那如果你是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然后呢，到时候你都可以去在你想要看的东西都不会漏掉了，就是那个卡牌的占卜的直播。我们下一期会做的是感情的占卜，到底你心里的他在想什么？好了，我现在把牌收一下之后呢，就会做第三组的选项。因为牌比较多，所以就要一点点时间。好，那我们呢第三个选项的就是选的这个是，鹿的意思，就是它是母的鹿的意思。那我们呢就会再抽一张搭配一起解这个牌了。那因为这一副其实是一个潜意识的卡，就是因为它是冥王星的代表，那就是看你现在的问题其实跟你的潜意识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会用这一副卡去做这个开始。Griffin 是一种鸟。OK，好啊。首先呢，如果你是抽到第三组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我刚刚说这个鹿的这个这个的部分。那首先呢，就是其实它是代表开始，就是很多时候呢，它就是它是代表一个开始啦，一个重生啊。现在对于你来说，其实好像有可能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你在经历一个重新的开始，因为它有可能就是你现在可能就是好像我现在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新的地方重新的去生长，就是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很新鲜。你的问题可能就是你要好像重新做一个开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开始是好的，因为有时候开始就是代表你要面对很多的未知的事情，或是你可能开始一个新的不管是可能你的居住环境要做一些改变啊，或是换一份新的工作，
就是你很多就是你抽到这一组的话，可能就是你要再展开一些新的事物，所以让你觉得困难。那到底它是跟什么有关呢？我们可以等一下再看下去。然后呢，第二张呢，就是我们抽到的这个 Griffin，它是代表 super conscious，那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代表一个怎么说？就是它其实是代表一个它是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然后呢，嗯，它其实呢，它是一种超自然力量的神话类型的动物的感觉。那所以你现在有可能就是你的问题啊，就是有可能是在于你现在可能有点迷茫，可能你是相信灵性的，可能假设你是有听我的东西，可能你是相信心理法则，可是好像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咦，好像它还没显化，为什么我明明都已经有许愿，好像东西都没有发生呢？那你的困难就有可能就是卡在于一些灵性的东西，可能你不相信，或是它好像让你觉得有点迷茫的状态。就是还有就是你在一个新的开始的状态。那我们会具体看一下，其实是什么类型的困难让你有这种的心态跟想法呢？好，第一张 main mail。哦，这一组看来是感情问题比较多，因为第一啦，他抽到的是他这几张呢，在这一副牌里面，其实都是跟一些感情关系有关的。第一个就是男主 main male，就是男主人的意思。然后 P fish lady 呢，就是一种，他也会跟一些社会阶级有关，就是可能你现在想变成有钱人，但是我想突破我阶级，可能我想从员工变成老板。OK，因为我们刚刚说你是一个新开始嘛，就是你可能在改变你的社会阶级的问题，然后最后是恋人，当然可能是感情上的问题，就是可能现在你是可能你想就是一个新开始，或者我从单身变有这个恋爱关系，或是我从恋爱关系变结婚，这个就是你现在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是关于这些方面的部分。就是你在面对这新的改变，你是有点觉得不知所措，或是你有许愿好像我许愿，那为什么我许愿那么久，我的那个恋人还没出现呢？就是你现在的困难好像我得不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那我们会再看看，其实你的问题还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抽到这一组，也是一个男主角。现在你的问题的话，就是真的这一组应该很多都是跟感情有关，因为男主角在罗曼卡里面就是代表感情嘛，他就是不管你是男跟女啊，反正你现在就是可能你是烦恼于一个人的问题，OK，可能是男性或者女性，看你自己那个状态。那然后呢，然后第二张是熊，熊呢是代表 power，就是力量的意思。那有可能现在你卡住的是，不管是金钱上的力量，可能你觉得不足，反正你觉得反正你感觉自己好像力量不够。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你说一些超智联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 super conscious 的问题。那其实就是有可能现在感觉你的东西没有显化，你的东西没有能帮出现的感觉。那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力量不足，或是好像我没有这么厉害，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厉害的感觉。哦，OK，我刚刚看到小璇是选绿，那你可能就要看看你是不是跟感情是有卡住的状况，或是一些就是你有没有相信你许的愿望，你的显化有没有成功这个部分。好了，那我们呢？那既然是这些问题了，那我们是可以做什么东西去解决我们刚刚所分析到的问题呢？好，第一张 Red Fox。第二张是这个八爪鱼。好，首先第一张 Red Fox 是狐狸的意思，那它这一张是火能量的代表。那狐狸其实就是我们说很聪明，OK，它这种就是你会看到它们好像在玩耍。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你要用更聪明，而且要更加
轻松的方式去面对，感觉自己在玩游戏。就是你好像啊，我现在好像很烦啊，就有很多新的东西要面对，很多新的问题去产生。那你面对这时候，你可能心态更加去开心的、欢乐的，觉得哦，没有，我就是去一个新的世界，那我去探索，我去用开心的方式去面对，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更加快速去解决你现在的困难，就是你的心态要变得比较不要太过执着，比较轻松的，比较就是让自己觉得哦，我只是来这里游玩，我很快就可以掌握这些能量的感觉。就会可以让你去更加顺利的去吸收，或是你改变你现在解决你现在的困境。那第二章呢是这个，它有八只脚，所以就是八爪鱼嘛。就是说，它其实是很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伸缩，因为你知道它是软体动物，你看到它好像很大一只，可是它可以把自己缩小，然后进入一些很小的空间。OK，而且它又可以，就是它也会有办法，就是保护它自己，因为它可以喷墨汁，然后它的保护色也是可以随时身体去到哪个地方去变动。那所以告诉你，其实你的问题就是你要解决的话，首先你要把自己可以收放自如，你要根据你的环境去改变。好像假设我今天是遇到新的改变，我要转变了，好像我的环境在转变，我的生活在转变，那我就要增强自己的保护力，或是你会可以我们可以随时保护我自己变色，或是可以随时的去让自己去有时候就是我们说能屈能伸嘛，就是你要让自己有这种特色，去让你自己我就可能觉得没有那么难了，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一个的阶梯。好像我刚刚说嘛，你有可能这些是本来是啊、呃以前是就是帮人家打工的，现在变成自创业的，那你就会开始，我要开始想法要更加弹性啊，更加有多的去让自己有变通的能力，你就可以更快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困难跟瓶颈，就不要再用过去的思维，可能你要多一些的变化，更让自己有多一点弹性。好，我们抽一组塔罗牌，然后去看一下到底你可以多什么方式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一些卡顿的问题呢？好，第一张是往后的逆位，然后前逼的视角，然后是宝剑十的逆位。好，那如果是抽到第三组牌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呢？首先呢，我们抽到第一张的牌呢，就是这个王后的逆位。那王后的话，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代表很丰饶、很丰收的状况。如果正位的时候，那现在逆位的话，就是其实你要对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要感到感恩。就是虽然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太丰盛，可是你还是要觉得很感恩、很感谢的心态，去让自己会觉得比较轻松的感觉。因为其实身边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权利，或是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感谢的。因为其实你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惨，OK？只是你现在只是因为很多的东西不适应，就是我们把东西看多一点好的一面。假设你是换了一个环境生活，你要感觉有新的东西，就是就是我们心想吧，好像我现在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不适应来，一开始会觉得不舒服。可是我们更感谢，我可能现在可以多去接触一些大自然，可能交通没那么方便，可能我可以多接触一些大自然啊，看到美好的景色。我们看到好的方面去感谢这件事情，那你开始会换你的心境，那你可能能量就会改变。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一组其实它可能是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OK，就是它其实可能是有在做一些心理法则的。那可是如果你一直都抱怨啊、不开心啊，你的显化就很难显现嘛。但是你要开始看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是好的。我有什么是值得我去感恩的这种东西，你就会变得开始调整你自己的能量，去帮助你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的钱币的显示者。好，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钱币侍者呢，你就是觉得你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累积的。就是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一下子东西没见效，我就会觉得有点埋怨是不是
我的能力不足了，我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我的人生吗？可能我刚开始做老板，是不是我就只能一辈子打工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太执着想要去东西去完成，就好像你看这个图画，它里面是一个，你发现它是所有东西都没有拼在一起的，可是它其实你发现它是线还是连着的，就是你是有这些能力，只是你要花一些时间去把它摆正，就是摆回去对的位置而已。那我们要给自己去实践，虽然说显化，那显化也有速度快慢嘛，对不对？因为我很多时候我的学生问我，啊，为什么老师我还没显化成功？我明明有学了，我跟你做了，那可是有时候他们忘记了，就是一开始可能你曾经是不相信，可是你的不相信是可能是日积月累的，就是你很多年的不相信，我帮你纠正。那纠正之后，你之前累积的负能量也要一点时间去消化，或是去，就是你想一个好的事情，就是净化一次嘛，那你可能要净化很多次，它才会就是可以让你真的收到你想许愿的东西。那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累积一点时间，去让自己的东西去显化出来啊，这样子才会是能让你去真正达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给一些时间去让这些东西显化，或是发生，或是让你可能已经努力的东西去展现出来。最后一张呢是这个宝剑十。那宝剑十就是说，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做好你的心理准备，因为好像哦，我明明希望可能我做一个新的改变，我一定是变得很好的，或者是我换一个工作，我当然希望我有更好的发展啊。可是现在就好像那种不予预期的状态。那你在逆位的时候，就是你感觉，诶，本来应该是很美好的，一切都非常好，好像这个漂亮的女生这样子，啊，可是你发现你现在其实好像被这些小人，就这些小小的人，你看到他好像被绑住在地下。你觉得好像我明明觉得我应该要站起来，会改变很大，可是我反而今天好像都是绑手绑脚的感觉。那有时候我们只是现在，我们只是啊、没有这些东西，只是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小问题。可是我们只要准备好了，一切都会慢慢顺着我们想要的走。这个只是一个过渡期，它不是代表永远。所以你要有一点内心，让这些事情去达到那个改变的状态，而不要现在就气馁，然后就觉得哦，我就这样了，没办法了，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还会抽一下，到底你有什么的东西可以去解决呢？好，第一张是悲伤，第二张是祝福。首先呢，这个是悲伤，就是说你可能是在经历一种很巨大的失去，就是你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你在哭，或是有时候会很伤心，为了现在你的状况觉得很悲惨的感觉。你可能觉得这种是很痛苦的，可是你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你觉得哦，我真的很累，每天都做到这样子，可是我还是没有得到我应该有的东西。那可是现在就是你要解决，是你要放下这次悲伤，这个悲伤是没办法去帮你成功的。那既然他都没办法帮你成功，那我继续在这里自怨自艾是没意思的。我们不如积极一点去想一个解决的方案，或是去讲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呢，其实你是要有一种祝福的心，因为我们刚刚说感恩又有祝福，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你其实你是被祝福的一个人，你只要相信你是一个，好像我就是天生这么好运啊，我就是天生这么的有力量啊，就是你开始相信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可以带来，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你的生活的丰盛，宇宙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带给你。所以呢，你要开始相信你是被祝福的，你是很有能力的，你也是很有能量的，你是可以从这些巨大的问题中就可以适应，然后就是达到你真正理想中的目标，这样子。好的，我看到这个小轩，你刚刚说你的脑袋已经跟章鱼差不多，可是没关系，你是被祝福的，所以现在只是一个短的时间吧。我觉得现在可能只是一些很短期的问题，很快都可以，就是透过时间都会有改变的。那我们就会抽一下，到底你应该怎么样把你现在的危机变成你的转机呢？首先呢，你会就是要做的就是你要乐于去表达爱，因为当你表达爱的时候，你就会收获更多的爱。假设你现在好像觉得所有人都没在帮你，或者是说世界都遗弃你啊，你觉得很多东西都没办法，那你就多一点去跟别人表达爱。就
最重要是你要跟你自己表达爱，就是我怎么爱我自己，怎么让我自己过得更好，可能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健康的东西，可能让自己的有休息的时间去听个音乐，让自己放松，这些都是可以表达爱的方法啊。然后呢，就是从事微小的践行，那就是说一个很小的践行就可以让你充满能量，而且把你的快乐带给身边的人。因为其实呢，这一组有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那我觉得做善事当然是可以累积福报，累积福报可能你的运气都会顺起来。那有没有说善事一定很大？不是啊，就是有时候我说，如果你在业障书你要做的，你可以去捐血，你可以不能捐血，有时候做志工，有时候就是你能帮人，可能有机会有需要的，你看到路边有人需要协助的，你去帮助，其实呢，你都会有一种很就是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有时候你可能做了一些人，帮了一些，我是有可能就是有人在提一些很重的东西，可能因为我现在在欧洲，因为你知道就是那个地铁其实就是跟就是我们的捷运啊那些就跟亚洲不一样，很多时候都跑楼梯，那人家帮你提一下行李啊，或者帮一下人家有需要的人，可能我就会觉得整天都很开心。东西有时候不要多，就是没有说一定要你捐很多钱啊，怎么样？有时候你把你能力做的、能做到的，放跟别人分享，其实你开心，让你的能量变得更加去正向的时候，其实你运气也会改变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很少的东西我们都不做，其实小事也是一个就是对人的影响也可以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些好事，去让我们自己去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简单来说，就是累积福报，可以帮助你转运。好，我们会抽一个塔罗牌，看看你还可以怎么把你的危机变成转机呢？好，那我们呢，就是抽到第一张呢，就是这个魔法师。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相信你是很有能力的，就是你是有魔法的力量，就是我可以把东西不可能变成可能。OK，因为本来就是说嘛，你现在就是有点怀疑自己，好像东西没有显现嘛。那魔法师本来就是他可以把不同的能量，好像可以变成他需要的东西。那你其实就是有魔法师一样，什么力量都有的什么能力都有的你是可以能够为自己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可是问题是你要相信，OK？所以你要解决的方法就是相信你自己有这个魔法师的能力，可以改变一切的能力。然后呢，就是我们抽到的就是这个的第二张是权杖国王的逆位。好，那权杖国王的逆位呢，它其实就是就是你现在可能就是他如果真为了就是他说就是他是很勇敢的、很有力量的信念的事情，那你现在是逆位，就是其实现在你是有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再这样做下去，有点怀疑，到底我做的选择是对的吗？我做这个决定是对的吗？那其实就是你不要怀疑，你如果已经很相信你做的事情是在对的方向的时候，就直接走吧，不要再犹豫了。做就对了，OK，不要再想来想去。所以你真的要去很相信你自己的想法，很勇敢的去做，很绝对的去继续走下去，而不是在这里在想我是不是其实不应该做这个改变啊，或者我是不是应该再去其实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决定啊？你要相信你的能力，你是有能力去把这些东西还有状况给改变的。然后呢，我们说到的是圣杯四的正位，就是你现在有可能是那种慢慢不乐，就是觉得自我怀疑，因为本来他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就是想事情怀疑自己就是其实就像我刚刚说，你要改变就是不要再自我怀疑了。你在自我怀疑是没意思的，倒不如直接去想解决方案，或是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刚刚就是说了嘛，可以去做善事嘛，可以多表达爱嘛。有时候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我们有时候就是太过在意，好像我希望得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一直在里面努力，就一定会成功。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却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有时候可能我帮人刚好帮到那个人是他又可以帮到我的，你不知道。就是有时候有时候你过度在这个地方努力，有时候反而没办法成功哦。但是这个是我自己之前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以为好像假设我生意遇到困难，那是不是我努力去找客人怎么样？有时候反而不是，可能
我可能其实真的是有试过，就是去撒那个米啊，就是这个白餐能量米，就是去让很多众生可以有养生，结果很多我的问题给解决。那所以有时候是我就觉得很神奇的力量是可以帮到我。好，小学我相信你是可以用你的魔法去解决的，因为我觉得你也是很有显化的力量的。重点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啊，就是不要怀疑自己，才会让你可以去真的去做得到这个的改变。因为我觉得相信就是力量。如果你今天不相信，就算你有再多的一些的不管是祝福，可能你抽了很多护身符、开运符也没用，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好，然后呢，还有你可以做些什么呢？OK，这个是耀伦的神谕卡，它就是说你要去继续去在你的计划里面去继续努力。然后呢，就是你有时候要注意，就是你会被测试你的那个限制，就是你的有什么的不好的地方。可是你现在是有能力去跨越所有的东西，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最主要是就是你要去照顾好你自己，还有就是把你的同理心去让你的在你的过程中可以慢慢的去让你更加去超越，更加去打破一些过去的事情或者你的问题之类的。就是他说现在是一个测试的时间，到底你是不是有一个积极的正向的想法呢？就是你要相信你的力量，还有你的内在的智慧，还有你的同理心的部分。那所以的话，就是你要很相信你自己的能力，你要相信你是有扬升的力量，你是可以成功的，你的显化会成功哦，这是不用担心。你虽然现在在被测试，只是他测试你到底有多相信我而已。就是如果你是很相信的话，你当然就会通过测试得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啊。很好啊，就是小璇这种做法，就是在分享自己的爱跟光。其实你就可以让，就是这种是累积福报啊。当你福报越大的时候，你会越有信心去走你之后再许的愿望或是路径。然后呢，我要就是看看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去可以把你的危机变成转机呢？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翠龙，第二张是白龙。好。我觉得这一组一定是跟感情有不少的关系，因为他就是说你察觉真正的爱情。那你可以怎么把危机变转机呢？就是，他说其实他是一个很温柔的龙来的。他说你要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就是你要提高你的察觉力，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好好的，你首先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因为他就是一种很惹人怜爱，那你不要别人怜爱你，你首先要先怜爱你自己。你首先要对自己好，你才会有爱情，才会透过你好好照顾自己，才可以了解什么是成熟的爱。那你才会可以招来一个真的是温柔又成熟的伴侣，去陪你过你的每一天。那所以呢，你首先要好好整理自己，你要先肯定自己、爱自己，你才会感觉到你是值得被爱的，你才会迎来真正的适合你的爱情。有时候我们爱情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牺牲太多，或是委屈自己太多，让自己没有办法去在这个感情里面好好享受感情的好处。那所以你首先要让自己不要委屈啊，就是你把想做的事情，你要告诉分享，才是真的伴侣啊。就是你才会让你现在的危机可以变转机，就是你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让自己真的变好，真的变开心，才会变改变。然后呢，就是这个白龙，就是他就说你要拓展你的视野，轻松的做好准备。就是有时候我们想法就不要太过狭隘，就是好像我觉得当下现在是一个，现在这个是有点挫折，有点失败，不等于以后都是挫折跟失败啊。那所以你反而是可以把握现在的机会，让自己准备的更好，让自己去变得，就是你心态越轻松，你的东西越快被解决。有时候我们太过执着，反而让自己卡在那个点，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让自己的能力给展现出来。所以有时候放松心情，等于你太过执着，有时候吸引力法则也很难展现，就是因为我太过执迷，有时候为什么还没显化，我就开始不相信产生怀疑。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经常都会告诉我学生，如果你用心理法则，那你就放松吧，想好知道我的目的地在哪里就好了，不要每天都想为什么还没实现，为什么还没成功，你才会真的会让这个事情才能显现在你生活里面。好，我们会抽一个塔罗牌，看看到底你怎么把这些的危机变成你的转机呢？那我们呢，这个第一组呢，抽到就是吊人的逆位。那吊人的逆位是代表什么呢？那我们也知道嘛，吊人的正位就是他是个人倒吊过来的。那你现在逆位的话，就是其实本来正位就是说你要在一个视角上面去看事情，那逆位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人是正着人的看着事情，可是如果你倒过来的时候，你的所有的世界都会变成颠倒，变得不一样。那你现在的话，就是你要解决问题，就是你现在是逆位，就是你不能像这个倒吊人这样能换视角，OK？那我们怎么去？我们怎么现在要反过来去看？到底我们怎么去思考现在的状态？有些人可能觉得我现在就是很烦啊，就很多事情每天都是烦着我啊，因为我在开一个新的，可能有些新的改变啊，我就天天都是困难，天天都有很多的问题啊，每天都有新的挑战。那你可能倒过来说，其实这些挑战可能就是让你之后就是你一次性把所有问题解决了，那你之后就会那条路就会很顺啊。因为我们开始可能有点困难，可是如果我们开始上手了，或者我们开始就是掌握了之后，一切都会慢慢变得很顺利啊。那我们可以就是换个角度去思考，你就可以把你的危机变成转机，就不要一直去自怨自艾，或是一直在执着在某一个点的方式去看这个事情，你才会看到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改变。那然后呢，就是这个权杖侍者，就是说，就是你要，就是权杖是代表热情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是阿拉丁的神灯。好，那你就是到底你的热情，相信魔法有没有好好的去相信它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魔法很神奇就是我们刚刚说你是魔法师嘛，你是有经历。其实现在其实你对于这个相信的热情，就是你是有一种怀疑的感觉的，就是你其实是热情不足。那所以你要更加相信，你要对这个东西更有热情。你不要因为现在好像，因为我们需要是时间去显化，你不要因为现在只是一个暂停的状态，你就开始怀疑你自己，你才会真的去真正迎来你真实的这些东西的显化，去让它真的得到好的东西。好，然后呢，我们最后一张就是这个叫审判。OK，那审判是什么呢？就是你原本以为已经结束的东西，却突然又发生好的东西出来了。就是其实你现在可能有点觉得好像我在这个改变里面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可是你是有机会瞬间接到一个新的改变跟机会的。所以你只是好好去把握你自己。曾经可能你以为没可能啊，我不可能得到这些案子啊，或者说我可能这个那个我们没办法在一起的啦，我们可能要分手啊。可能突然之间你们突然就变成打得火热，可能一下子突然就结婚也不一定。所以你要对自己相信，如果你相信那个是对的东西，你就做吧，一定会把你最想要的结果显化出来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个的突如其来的机会，就会有转机的发生。还有就是有什么建议呢？怎么把危机变转机？好，好了。第一个就是找寻那个平衡，有时候呢，你要在于你的工作、你的休息、你的能量要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不要好像我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我一直狂做，有时候你也知道太勉强不一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要找出一个平衡点。就是你一直摆烂也不是一个方法，有时候就会做一下事情，你怎么样自己的
能力或是能量是平衡的，就是你要把你的休息、你的欢乐的时间都要有一个平衡。有时候我们就是人是个很奇怪的动物，好像今天我在被一个烦恼的事情困扰住，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我做什么都没有动力，可能我会不想跟朋友见面啊，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的能量就失衡了。反而就是如果今天你遇到困难，你反而要开始我还是要注重不同的东西，可能就是会让你有心态的改变，你才会有转机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出去走走啊，什么样，你一直就是一直沉溺在这些问题里面，也不会让你有改变啊。你倒不如去多花一些时间去找一些其他的好处啊的东西，让自己变得不一样，这样子。就是可以找回平衡之后，你也会更加顺利去把这个危机变转机。然后呢，还有什么方法？就是 magical blessing，就是其实你真的是有魔法的。为什么了？就是你现在其实只是在显化的路上，就是因为其实你的是有很多精灵在协助你把这些魔法 OK 减散出来的。你看到图里面这三个精灵都很努力的去把魔法传给你，去让你的梦想很快成真啊，会很快帮你啊。所以你要相信，就是你是有魔法的。只要你相信魔法的力量，你就可以把现在的危机变成转机。那然后呢，我们就会看你现在应该抱有什么心态去面对你的危机呢？好，他就是说，首先呢，你就是你的现在的问题很快就会改变了，就会improve，就是会让你就是转好。而且呢，他就说你要拿多一点资讯，可能如果现在你的问题可能你是了解的不够清楚的，你要获得更多的资讯去知道这个事情，这样子。所以你都要获得，就是要可能你可以去有机会，你可能网上搜啊，或是你是不是有没有东西做漏啊，或是什么东西做的不对呀、或是你可以多吸收那些资讯，看看你在相信的东西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样子也是可以帮助到你抱有这个心态吧，就是可以多方面的尝试。就是有时候说这个心态，就是说我愿意接受更多新的资讯。好像举个例子，我看大众占卜就是有接受新资讯的方式啊，多听别人的讲话，可能我就有新的想法啊。这种也是这个心态，就是你会更加开放，更加需要自己有改变，或是变得更好这样子。OK，哦，还有呢，就是你心态，就是你要相信你想的一定会成真。OK，就是你一定会可以心想事成的这个心态。OK，他说你的所愿会成真，而且要更有远见。为什么要更有远见？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一下当下的我们觉得好困难的，好像我现在就是卡住，好像就没办法成功，我就没办法显化。其实我们要看长远。现在我可能做一个决定，不是马上带给我好的效果，可是不等于以后这个一定是坏的东西。可能过一阵子你发现它结果还是不你它的好处的。所以你要看长远，也不是看这种短视。就是我不是好像我们光换工作，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给你带来什么成就，而是可能要1年2年才会有成果出现。当然，你不要为现在这一刻的失败，或者这一刻的不如意，就去评断你这个一定是不对的决定。你要更有自信、更有想法才对。就是你要相信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是有显化能力的，你就可以这个心态才会真的可以帮助到你，真的去把你的梦想给实现出来。最后呢，我们就会看一下到底还是女神节这一组第三组牌卡有什么建议呢？首先呢，就是说充满关爱的社群，那就是我说呢，如果你刚刚就是如果是因为最近的困难，所以你远离了你的朋友，远离了一些跟你合作的伙伴，或是一些家人啊之类的，因为你不想影响他们，或者你很不想让别人关心你，那你反而就是说我要真的要跟这个人重新接轨，开始要有回一些开心的时间去调整自己的能量。OK，你才会让自己还可以丰富你的人生，变得更好。然后甚至你会说，就是说你要乐于去接受丰盛，你要相信你值得的，你是很值得这种丰富的，还有这个繁荣的感觉。就是你要相信你是好像觉得你值得中头奖，OK，你值得有这笔钱，你值得得到贵人的帮助，你值得找到一个金主去协助你的事业，或是你值得一个很爱你的人。你要相信这个事情，你才会真正的去丰盛。
那时候我许愿之后，我就发现，诶，我可能觉得自己会得到吗？这么完美的对象，你自我怀疑，你觉得自己不值得的时候，你就很难显化。所以你要相信你是值得的，你才可以真的去接受到这个丰盛的能量。然后呢，而且女神也是说，就是你要，就是对于现在的，就是这个比赛，你要对自己充满的鼓励，还有就是你要对自己充满自信，你要信任你自己，真的是可以成功，你真的有这个力量，你有这个能力，像这个老虎一样，是很有霸气的，你是可以成功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 celebration，就是说，哦，你现在反而要去庆祝，要去开心，因为我们刚刚说嘛，有时候我们就是不相信啊，或是觉得没有成功啊，其实你要庆祝是啊，我已经在准备成功的路上，你可以一直在庆祝，对不对？我要相信我已经走在对的路上，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子更加开心，更加快乐，你才会让你的魔法更加快的出现啊。最后一张的卡呢，就是这一个卡，这个是爱斯基女神的神谕卡。他就说，他说最挑战的东西是去鼓励，去让你的啊、他说最具挑战性的东西就是说，你怎么去怎么去面对你自己的黑暗面，还有就是去开始疗愈你的让你可以带来爱，还有被接受，还有光。所以呢，你的神性使命就是就是要去解决所有你的一些的嗯这个 enemy，就是你的啊、敌人，去让你呢，就是不管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去帮你可以再推进，去看到还有疗愈你的黑暗面。简单来说，现在的话就是你的不够自信是来自于你自己本来的黑暗面，那就是有可能我曾经觉得哦，我可能之前在爱情有被伤害过，我觉得我不值得被爱，或者我觉得好像我没有条件那么好，其实不是的。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人的你那个另外一半的想法，不是全部的你。那你怎么去接受这些黑暗面？可能你曾经有自私过，可能你曾经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不等于你是真的是不好啊。你自己去认知，人会改变，也会修正一些错误。那你怎么去接受疗愈你的黑暗面，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只要你今天能够把这些挑战给处理了，那你一定会变得更丰盛，变得更有自信，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的话，你就会是那个魔法师，你就可以去显化跟改变你的人生。而且你要相信，其实有时候你不是没有走在对的路上，只是它需要时间去产生作用而已。那这一次就是第三组的这个的解析啦。那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之后我这个会放回看啊，然后也会上中文的字幕。那上好字幕的话，我会再发公告。那如果你对我的大众占卜的直播感兴趣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看。那你下个星期的题目你会不会感兴趣？那也可以采取注意这样子。好了，哦，好，我看到小璇，他应该觉得这个有对应到他给到他一些鼓励。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占卜里面得到一些鼓励，或是你开始有新的方向去思考你现在的问题怎么被解决。毕竟有时候我们只是缺了一些想法，或是有时候只是好像缺了一些提醒，好像让我们自己卡住在那个胡同里面。有时候你只要用转念，就会有可能看到新的解决方案，甚至会有新的改变会出现。所以就是危机就是转机嘛，那转机可能你就会变得更好啊。那我们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大众占卜里面收到你应该需要收到的讯息。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四有新的占卜直播，到时候再见哦，拜拜。